声在沙沙作响，敲打着谁的惆怅。思念在一瞬间生长，才忘了夜多漫长。掌心的泪磨到滚烫，只愿为你三生痴狂。落花满天，又闻清香，与你天地间徜徉。如果爱太荒凉，我陪你梦一场，赎回你所有泪光。这一路有多远，这30有多长，执手到地老天荒。风起起，雾茫茫，雨滚滚，雪漫漫，一步步都陪你同往。牵着手，别惊慌，管明天会怎样，哪怕注定流浪，哪怕海角天涯，手牢牢不放，爱念念不忘，人生何须多辉煌。浮华的终成空，执着的都随风，情路何须多跌宕。要遇多少风浪，心不再摇晃，一起细数着过往。陪你等风停了，雾散了，雨住了，雪化了，再见却没月光。还有我在你身旁。总想让你忘了300年前的事情。如今，你心里有了这位上神，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。夜华，你告诉娘，你是心里真有这位青丘白浅，还是把他当做那个凡人了？母妃多虑了。夜华的妻子，便是天君赐婚的白浅，儿臣从未把她当作别人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作为侧妃，于情于理都应该拜见一下这位上神。臣妾今日便去了。不巧，姑姑她去了上清境天泉，明日一早，臣妾便再去一趟。好。 上神，平日2位不是贴身伺候吗？今日怎能守在殿外了？君尚在殿内和乐须娘娘在一起。乐须娘娘，夜华的母妃。正是。上神找君上有什么要事吗？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想来看看阿离。那要不要属下去通报一声？不必了，我迟些再来吧。 母妃您真是，总是取笑臣妾。你都嫁入洗梧宫300年了，肚子还没什么动静，我不该问问吗？娘娘，这事又不是臣妾说了算。白真上神，不必多礼。折颜可在里处？上神从昨夜来，就一直守在大哥身旁。他从不会因此乱了方寸。我总觉得你大哥的病哪里不对，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问题。白真上神说的不错，不论从我大哥病的起因，还是到折颜上神的表现，都很是蹊跷。不说了，先带我进去。 上神请。
上神，从昨夜来你就从未休息，可否需要我吩咐下去，准备休息的房间？不必，我已经有法子救他了。稍后我会离开几个时辰，回来的时候会带一位使者，负责调养你兄长的身子。多谢上神，多谢上神呐！小儿病了600多年了，终于有得救了。可否请你们回避一会儿？是。前日你离开，我想起你的神情和语态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。现在你又让他们都下去，难道你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说？你倒是说呀！真真，你或许猜到了，父神的嫡子，这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，如今竟然弱得要靠旁人的一缕仙气来护养。墨渊？你说他是墨渊？是他，也不是他。墨渊就在这里，他在西海已经600年了。你可知道，昆仑虚荒废7万年，你的16个弟子散落四海找寻你的下落。你可知道，你的小17为了保住你的仙身，每日1碗心头血，养了你足足7万年。墨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是你吗，师父？好久没有梦到弱水河一战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是不敢相信，墨渊他真的回来了。真真，你先在这里守着，我去将小舞带过来。你要去告诉小舞？这是他师父，他用心头血喂了7万年的人，他判了7万年的人，我当然要立刻告诉小舞，让他马上来。不行，你不能就这样去。你的意思是，夜华？对，我就是害怕夜华会多想。你要记得，他是天族太子，
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未婚妻这样对待别的男人，就算那个人是他的恩师，这也不妥。可夜华早已经知道墨渊的存在了。大紫明宫一战，就是他将小舞和墨渊给救出来的，你忘了吗？这不一样。就算他见到墨渊的仙体，也肯定知道墨渊已经魂飞魄散了。可如今墨渊的元神就在这儿，总有一天是要彻底返回昆仑虚，重振天族的。这可不同。此时的墨渊对他来说，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人。你说的倒也不错。看来我让小舞知道之前，得去和这位天族太子见一见了。君上为何今天脸色如此难看？无妨，何事？哦，折颜上神来了。折颜。折颜上神。太子殿下。不知上神前来所为何事？墨渊要醒了。是吗？太子殿下难道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。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。他如今借了西海大皇子的身体，正在慢慢的恢复元神。照眼下估计来看，大概还要7、8千年左右才能真正的回归到仙身。昨夜我去看墨渊的元神时，忽然想起小舞他拜师的那一年。他初次上昆仑虚，就是我带他去的。那时他听说墨渊是个战神，开心许久，还以为墨渊一定是那种有着3头6臂、气吞山河的上神。没想到拜完师后，他竟然还难以相信墨渊竟然长得如此模样。喂，你真没讹我啊？他真的是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啊！怎么，你都已经收了人家玉清昆仑扇了，也拜了师傅，难道后悔了？可他长得真的不像战神。我何处不像战神了？师傅，你生得如此秀气，像极了戏折子上那种与凡间小姐在后花园私会的小白脸，如何提得起轩辕剑呢？你是为师我像小白脸？墨渊呐，墨渊，我这次真的送了你一个好徒弟，日后你可有的受了。哼！只是一时感怀，太子殿下不要太介意。无妨。夜华，你可曾怀疑过自己就是墨渊吗？没有。但我真的认错过，甚至于到昨晚上，都还在恍惚呢。我要去找小舞了。上神，请留步。可有什么法子，能让墨渊上神早日醒来？太子殿下竟如此想让墨渊早醒吗？这是
实现前这7万年来的夙愿。墨渊上神早醒一日，浅浅便能稍等一天。好，那我就坦白告诉你，如果想让墨渊早醒的话，首先我需要结魄灯。结魄灯。 上神醒了。你先洗把脸，我这就去为你准备早膳。不必了，我想去趟紫宸殿，陪团子一起用早膳，他应该会欢喜的吧？是呀，小殿下可喜欢上神了，一定会高兴的。我这就带上神去。罢了，我还是去上清境吧。 上神怎的不去陪小殿下了？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，稍有怠慢又要被人批评，还是避避嫌吧。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。 陪乐须娘娘照顾小殿下，今晨终是脱身，便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。你既然这么急着来拜我，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，现在才拜？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，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，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。 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。这按照天宫的规矩，姐姐方值天宫，妹妹便该来参拜的。只是这件大事，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。是以昨日初见，竟没能认出姐姐来，殿前失仪，倒让姐姐笑话了。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，先给姐姐赔不是了。 却是我初来乍到，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。听你这样说起来，倒还挺有趣的。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。方才，妹妹已经拜过了呀。拜过了。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。 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方才那一拜，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；现在的这一拜，却是要拜恩人。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，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。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，因着姐姐的容貌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。如此失礼，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。担待倒不必，我很喜欢他。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。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，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。被折颜上神救回时，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一揽芳华丽满院的桃花，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。君上这200多年来，没有一时是愉悦的。姐姐，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，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。方才的这一拜，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，以慰藉君上那颗已经死了一半的心。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得很。这是要说我青丘白浅，
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，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。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，方能入木三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。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，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。姐姐，请说。素锦，你心里所求的东西，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。做神仙，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。姐姐说的话，妹妹听不太懂。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的话，回去闭门思过几日，自然便懂了。是。先别急着起来，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，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。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，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，吃斋焚香，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。这礼是麻烦了些，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，我也是受得起。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，我觉得太过繁琐，一手心意到了便可。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，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了，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了。都是妹妹疏忽了。再者，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，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，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。所以，你还是跟着规矩，叫我一声上神吧。上神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想不到夜华就是这样的情种。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，若我推断的没错，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。以夜华的性子，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？上神料得不错，是劈过一回。你说什么？那时君上方醒过来，身上不济且万念俱灰，没有一丝活气息，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，连小殿下也不理。可不过2个月，天君便令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污宫。那一日，君上将一把冷箭刺入她的胸膛，天君及时赶来，将她救了回去。后来，她由天君保着，成功入了洗污宫。君上一直把她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。眼珠？他那双眼珠，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。乐须娘娘说，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，让九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，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。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，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，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，却没瞒过天君，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。奴婢失言。折颜，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，所以才行如此大礼？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，啊！今日我来听这墙角，却听得很有收获。哼，
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，送错了。说你不过就是学个艺，怎么学得整个人不太灵光了？完全没有当初他带你时的天真活泼了。我已经14万岁了，要什么天真活泼？不过呢，夜华这侧妃确实不大合我意。我一向偏爱小仙机警灵敏，但机警灵敏过了头，在我面前自作聪明，我就不大喜欢了。你此番前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听我的墙角吧？奴婢先去上清净，后着上身。折颜，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，告诉我，师父兴许要回来了。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，如今，我告诉你，墨渊真的要回来了，你也不寂寞。你当真不是在骗我？丫头，这次绝对不是骗你的。前些日子，我跟珍珍去了趟西海，办了一趟事情，在那里遇到了西海大皇子。那时候我就发现这西海大皇子身上的仙气很不一般，于是我就施了仙法，查探了一番。结果查探下来，竟被我发现他是2个人。醒着的那个是他自己，睡着的另一个如何？另一个便是你师父墨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。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，我随着他的源头追随过去，查出他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。试问这4海8荒，还有谁能够凭着虚无缥缈的灵力，将一个破碎不堪的人一片一片的重新结合起来？那也就是墨渊才有这个本事。再则，他是父神的嫡子，我是父神养大的，从小我们2个便在一起，他的仙气，我自然是熟悉得很。从前你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墨渊灰飞烟灭之前，曾嘱咐你们10几个师兄弟等他。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念想，直到昨夜我见到他，才真正叫我佩服。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，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。师父，他花了7万年才到今日这个模样，如今还有一点散，需要借旁人的仙力继续调养。想必也是因为如此，墨渊才沉睡在西海大皇子的身体里，借以调养。只是不知，那西海大皇子可担得起师父？这西海大皇子的身体只不过普通尔尔，他一身的仙力，除了要供自己修养，还要来分散调养墨渊。日子久了，渐渐就把身体拖弱了。墨渊如果真的要醒来的话，恐怕还要7、8千年。只是，这师父为何要挑大皇子？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，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。何况这西海2皇子本来就是你大师兄，就当他哥哥替弟弟报了师恩。丫头，你怎么哭了？这件事情
我心心念念了7万年，我真的怕又是空欢喜一场。方才你恨不得捏朵云彩，立即奔向西海，怎么眼下又如此磨蹭呢？方才听完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待在这9重天了。就算师父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也想去看一看他。只怕你突然离开，没法对你未来的夫婿交代。来这上清净疗伤，我终归欠他人情。若是不告而别，显得我没度量；若是去告别一番，罢了。夜华君，多谢这几日的招待。芊芊，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？上神留下这一封信就走了。他可还有什么话吗？一句话也没有，看上去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，红肿着一双眼睛，也来不及看眼小殿下就走了。去吧。他不是刚来吗？怎么忽然又走了？有件事，他会请求去处理。哦。那你心情无碍吧？我在这里候了一盏茶的时间，等你帮我解决一件棘手的事。究竟什么事能让三叔说出棘手2字？就你那表妹，知月公主现在正在父君的大殿里折腾，哭着喊着要下凡去与帝君一道受戒，能管住她的，只有天族太子夜华君你了。我都摔了这么多东西，你们还不罚我下凡历劫吗？听说这个东西很值钱，我就摔它，这样总该可以罚我了吧？公主，公主，这个不能摔啊！若是摔坏了，就酿成大祸了。让他摔。太子殿下，三殿下。表哥，你就这么想见东华帝君？我都1个多月没有见到帝君了，我想见他，我也想陪他去历劫。凭什么那个青丘白凤九就可以陪着他，我就不可以？我明明也是公主啊，我还是你太子夜华的表妹。你是不是不惜一切都要去见他？对，不惜一切。那你就摔吧，摔完我罚你下凡历劫20年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不是让你来劝这小丫头的吗？你怎么就让她摔了呢？明明知道是求之不得，却还不惜一切要去试的人，这天下能有几个？我为何不成全他？今天这一个个都怎么了？怪里怪气的。三叔，我真的要下凡历劫了！哎呀，我的小姑奶奶，你快别耽搁了，赶紧去找你那位求之不得的东华帝君吧。好嘞。小殿下，再耽搁不得了。如今2年已过，帝君对你更是视若珍宝，一颗心都放在了你身上。这几日你就要想个法子，将帝君的心伤透，让他老人家的情节顺利过去，这才能让你早早回到天宫啊。
淑妃娘娘，太子殿下，娘娘为何愁容满面的？太子殿下看起来也不太高兴。自师父走后，我常常想起他的教诲。方才拿出这柄扇子，越发睹物思人了。师父，啊，你是说那个道姑啊？姑姑收的这个徒儿还真不错，到了今日还在念着他。殿下可否借这把扇子给我一看？啊，好。殿下可知道这把扇子的名字？师父临行前只将此扇留下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太子殿下的师父曾在宫中也与臣妾闲聊过，他说过这把扇子的来历。此扇名叫破云扇。破云扇。昔日少卿还是青丘狐狸洞婢女时，姑姑曾将此扇交与他防身。虽然如今已与少卿断了主仆情分，却又将此扇送与少卿的亲生儿子。看来姑姑心里是原谅他了，真是个口硬心软的人啊。此扇乃神器，还请太子殿下妥善保管。神器。你们在做什么？我扇子，扇子，我太子殿下一时没拿住扇子，没拿住扇子。一个扇子有多大，竟会拿不住吗？你怎么会扑到他身上？这扇子是把神仙扇子，我拿着它扇了一下，它突然变大了好几倍，吓了我一跳，我就把它扔出去了。啊，对，太子殿下一时着急，然后我就拉了他一把，我们不小心被这凳子给绊倒了。住口！把他们俩给我看住，本宫要去见皇上。住口！陛下，臣妾说的句句属实。方才臣妾与众嫔妃经过御花园，当真看到陈淑妃与太子抱在一处，还狡辩说这扇子是神仙扇子，拿着扇子扇了一下，这扇子就变大了好几倍，还说太子殿下一时没站稳，就把扇子扔了出去，陈淑妃却拉了太子殿下一把，就被凳子绊倒了。陛下，这扇子就在你面前，哪里有什么特别的呀？朕最后一次告诉你，这些话，他若再从后宫任何一个人的口中说出，都是死罪。你也一样。没有陈淑妃替朕挡了那致命一剑，朕早已丧命。她待朕之情，远胜过你们这些后宫争宠的女人。淑妃现在关在何处？在天牢。胡闹！父王，你要相信我，儿臣是冤枉的。父王，儿臣冤枉啊！冤枉啊！父王，父王。只要你认了和太子私通的罪名，对帝君的打击是可想而知啊。
一个是信任多年唯一的儿子，一个是朝夕相处心爱的妃子，绝妙，比戏文里的还绝妙。照你这么安排，我姑姑算是白来一趟，依旧是后宫妃子和元贞私通，害得他们父子离析。再怎么折腾，也折腾不过原定的命数。先莫管着元贞了，全了帝君要立情节的心思才是最重要的。参见陛下。父皇，元贞是冤枉，儿臣冤枉。开锁。是。小殿下，切莫心软，否则回了九重天，帝君要怪罪你我的。秋儿，朕带你回去。臣妾，臣妾。说你和元贞有私情，快说。相认，就让情分落九成。